没有官媒专门报道冯德莱恩有着一系列重大的外交考量，这是要他自己体会，悬崖勒马，回头是岸。大家好，欢迎来到罗富强观察室。本期我们聊的话题是冯德莱恩访华就像失踪了一样，这是怎么回事？这两天全球最热闹的新闻就是法国总统马克龙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访华一事了。各大媒体都频频报道，包括马克龙说他邀请冯德莱恩一道访华的消息。但各位是不是很奇怪这样一个情况？本应与马克龙同一天抵达北京的冯德莱恩，网友却看不到冯德莱恩抵达北京的消息，同时网络上也几乎看不到关于冯德莱恩的专门报道，他似乎失踪了一样。马克龙专机抵达北京，各大媒体都报道了马克龙专机落地被护送离开机场，还能看到他的车队驶过天安门广场、长安街，拐进人民大会堂东广场的画面，看到关于围绕他访华行程的诸多分析与报道。反观冯德莱恩，我查阅了国内各大网站，甚至专注于报道中国新闻事件的一些境外媒体也没有，闹得我疑惑不已。冯德莱恩的访华行程是不是取消了？是不是其他原因生变了？还是他的飞机出问题了？直到4月6日接近中午，我才从新加坡南华早报网上看到关于他行程的报道。该报转载了路透社和法新社的消息，说冯德莱恩将于4月6日与中国总理有工作午餐，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与中国国家领导人会晤，并说马克龙和冯德莱恩届时将在结束俄乌战争课题上提出欧洲方面的看法。但到了晚上，依然没有看见各大官媒单独报道冯德莱恩的消息，仅仅有中国元首同时会见马克龙与他的报道。很显然，冯德莱恩的访华行程消息被封杀了，这是怎么回事呢？冯德莱恩一贯的表现就是一个以反华作为主旋律的人物。作为欧盟委员会主席的他，在面对中国的关系方面，他一贯的主张与美国总体一致，发挥的主要作用其实是在破坏欧盟与中国的关系。可以这样说，他就任欧盟委员会主席以来，欧盟与中国的关系是每况愈下。就连欧洲一些媒体和政治人物也说过这样的话，冯德莱恩就是美国忠实的仆人。这也难怪，他一家9口，丈夫和7个孩子都是美国公民。她自己早年嫁到美国，一直就是典型的家庭妇女。在生育了7个孩子之后，回到德国，仅仅6年时间就做到了德国的部长，后来还成为国防部长，再成为欧盟委员会主席。逐渐是什么势力把冯德莱恩推上大位的？他效忠的国家到底是德国还是美国？而他这一次访华是马克龙邀请一道来的。外交部是这样区别通报的：马克龙访华是应中国国家主席邀请，而冯德莱恩访华是经中欧双方商定。更主要的是，在决定访华后，冯德莱恩于3月30日发表公开讲话，说欧盟不希望中断和中国在经济、政治等领域的交流和沟通，但话锋一转，又强调说需要对中欧关系进行重新平衡，进而降低欧盟对中国的依赖，避免自身承受额外的安全风险。这话的确不够友好了。不仅如此，冯德莱恩还就已经被冻结的中欧全面投资协定发表讲话，宣称欧洲应该在对华问题上保持更为大胆的态度。他显然是在暗示欧盟可以取消这个过去就达成的协定。可见，冯德莱恩就是中欧关系的破坏者角色。中国驻欧盟大使傅聪针对冯德莱恩的这番讲话，对欧洲媒体作出表态，强调冯德莱恩在讲话中针对中国政策有相当严重的错误。从目前看来，马克龙访华的言论是非常明确的反对美国要求欧盟与中国脱钩，也反对欧盟的此类声音。那么他邀请冯德莱恩一道访华，就可能存在想让中国做通冯德莱恩工作的意图，也可能存在让冯德莱恩唱黑脸作为筹码的目的。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没有官媒专门报道冯德莱恩有着一系列重大的外交考量，
这是要他自己体会，悬崖勒马，回头是岸。我们要相信国家的外交大智慧。好，本期话题就到这里，我们下次见。